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又到了每月最爱的时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月好像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因为太忙还是。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月，我觉得好像怎么那么快又要录这个单元了。那这个月的最爱呢，会比较多彩妆保养品，因为每个月的喜欢用的东西或是新收集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嘛。这个月还蛮特别，是因为最近有一些新的彩妆，然后新的保养，然后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是我近期比较常用到，然后比较喜欢，想要推荐给你们的。OK， 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呢是 Vise 的遮瑕霜，那这款产品我在之前的开价新品影片中有分享到，如果你们想看它详细上妆的样子的话，你们可以参考把影片放在这边。那我会想要把它放在这单元，是因为我买完之后，我几乎从买到现在几乎天天都会用它，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好用，我个人很喜欢。那它其实叫做遮瑕霜啊，但是它的用法建议是说你在上底妆之前使用，所以它有一点点类似隔离的质地，隔离跟遮瑕混在一起的这种产品。那我喜欢它的原因啊，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但是水润中它又带有点遮瑕度，因为有些遮瑕液它要么就是太水，要么就是太不遮，然后如果想要遮一点的话，可能又会太干。那它的质地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它非常的刚好。它的外形是做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容量啊，以它的价格来说还蛮大的。然后 Vise 啊，你会发现它常常不会跟周末什么85折、70折做折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定价，直接跟日本不会差到太多。我之前有比价过，就是每样单品的价差好像顶多100块吧，就是不会差到太多。所以我觉得它在台湾定价算是蛮佛心的。快速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一刷上去就感觉出来它非常的水，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用美妆蛋或者是指腹轻拍去遮你想要遮的瑕疵。那我自己习惯的是上完防晒妆前之后，我会在黑眼圈这边、大面积还有鼻翼跟下巴这边做遮瑕。那如果我觉得当天上的底妆比较已经有基本的遮瑕力的话，我就不会再另外上遮瑕品了，就等于直接用它来做打底。然后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没有色号可以选择，所以你可能要去试试看这个颜色跟你本身的肤色会不会差太多。如果不会差太多，我觉得它就可以拿来当做底妆前的遮瑕打底这样子。总之我最近非常喜欢它，那我觉得它因为它保湿度还蛮高的，所以接下来秋冬应该我也会继续用它。接下来第二样分享的是 Kiehl's 的极高效清爽 UV 防晒乳，那这款算是我还蛮近期才接触到的产品，在前阵子爱用防晒，就夏天发的那支爱用防晒中，我非常喜欢其中一款兰蔻的防晒嘛。那因为它是无油质地，然后它的质地是还蛮水润的，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夏天用，我很喜欢那种清透没有负担的感觉。那个用完之后呢，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Kiehl's 的防晒也很好用，所以我就决定试用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好用。那我用了之后呢，我觉得它其实感觉跟兰蔻那瓶还蛮像，因为它们俩都是无油质地，只是说比较起来呢，我觉得Kiehl's 会稍微更滋润一点点，就是兰蔻的质地会比较水，那它的质地会比较滋润一点，更偏向霜状的感觉。但是它并不会因为它是霜状，它上起来就会有那种很闷啊，或者是黏腻的感觉，其实不会。但是你要注意的是，我发现因为它真的是比较偏向霜状，所以如果你一次用量太多的话，它会有一点点黏。可是如果你是少量多次去清上，然后让它吸收之后再上第2层、第3层，它就不会黏。所以我觉得它是使用上要稍微注意小技巧的地方。然后啊，因为它的质地我说跟兰蔻还蛮接近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兰蔻的防晒对你来说预算比较高一点的话，你不妨可以尝试看看 Kiehl's 他们的防晒，价格有稍微便宜一点。接下来第3样呢是 YSL 的 The Shark 睫毛膏。其实我这个睫毛膏已经用了2、3个月了吧，但是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放进最爱单元中，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用没有错，但是我其实个人还蛮少会特别去买专柜的睫毛膏，因为我觉得开价其实很多产品就很好用了。但是我决定还是给它一个曝光机会，因为也许有些人就是很喜欢特定的品牌，或他会想要尝试一些专柜的彩妆品。然后这个是 YSL 品牌寄给我试用的，那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着就是很多新东西，我就是随时用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或是特别不好用的。结果呢，这支有点挖到宝，就是意外发现，它用起来是会让我
我惊艳喜欢的效果。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睫毛膏，就是使用这支。我是夹完睫毛之后就直接刷它，那它是有基本的浓密效果，然后我很喜欢它是可以让我睫毛根根分明，然后站起来的。因为对我这种软垂睫毛的人来说啊，很多睫毛膏一用就是第一次就会知道它不适合我，譬如说它可能太湿，一湿的话我睫毛就会塌，或者是它可能太容易长蟑螂脚，一刷虽然它很浓密，但是它会那种这样子锯齿状虚虚的，我觉得看了很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刚好，就是它有浓密度也有卷翘度，但是它又不会浓到让我的睫毛膏全部缠在一起打结，不会。所以我个人最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使用它，几乎天天。你们看我最近影片下面如果写用睫毛膏，几乎都是用这一支。再来第4样呢，跟刚刚的睫毛膏也有一点互相关联，就是这个英乔老师出的烫睫毛器。这一支其实我买了非常非常久，应该有5、6年以上吧。总之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市面上出现这个产品的时候没多久我就买了，然后有用了一阵子之后我就把它就是收在柜子里，就没有特别想要去用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正我就放着。然后最近我就在整理我的彩妆品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对我有这个东西，那我把它拿出来用好了。因为其实平常化妆的时候已经步骤很多了，就会懒得再多一个这个烫睫毛步骤。但是我最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时心血来潮，想要我的睫毛可以看起来更根根分明卷翘，所以我就把这烫睫毛器又再度拿出来用。然后一用之后呢，最近又有养成这个习惯用它，所以我就想要跟你们分享，如果你也是喜欢让睫毛可以真的很漂亮的站起来，但是又很少睫毛膏可以达到你的需求的话，你就可以去买一个这种烫睫毛器去辅助。它可以说是睫毛在用的电卷棒，然后让你的睫毛可以真的很漂亮的卷翘。那我现在是只有刷睫毛膏嘛，那我直接试用给你们看它卷起来的差异在哪里。那它是需要插电的，我刚把插头插上去，然后把开关打开，它里面长这样子，就是一个像梳子状的感觉。等它慢慢变色变成黄色之后，就可以来刷睫毛。它预热还蛮快的，我每次用预热大概30秒到1分钟就预热完成。好，那你们看，其实我现在睫毛已经是有站起来根根分明，对不对？但是它是比较会是往前冲的感觉。好，那我现在用烫睫毛器，你们看哦，慢慢往上带。我通常烫完之后呢，会用睫毛梳再把它梳开。好，你们可以比对一下两边的差异。这边也是卷翘的状态，可是它就会变成比较有弧度的这样子感觉，比较像洋娃娃那种睫毛。那这边没有用烫睫毛器的话，它就是比较直直的往前冲的感觉。那你如果喜欢这种看起来有点像是接睫毛或者假睫毛那种有弧度的睫毛的感觉的话，你就可以搭配烫睫毛器。因为我今天用的睫毛膏是我觉得它本身就有卷翘效果的。那如果你平常用的睫毛膏是没有什么很强的卷翘效果的话，你也可以先刷完，然后再用它，然后帮助你增加你的睫毛卷翘度。再来第5样呢，要分享的是这个 MAC 的 Pre and Prime 唇部打底。那唇部打底，一般人会想说，我用护唇膏就好啦。可是其实有些护唇膏它的质地会比较油，或者是比较水，你上完之后并没有办法去上那种，譬如说比较雾面的唇釉或者是唇膏。那这支唇部打底，它是专门为你可能在上比较雾面的唇膏或是唇釉时候打底用的。它是长这样旋转笔头状，然后我用到剩下这样一点点，它看起来其实很像护唇膏，对不对？但是它擦起来呢，就有一点像是，就帮你嘴巴上面上一层薄薄的膜，去把你的一些唇纹啊干燥抚平，然后帮助你在后面上一些比较干的唇膏的时候可以更加服帖。那我觉得，因为最近这阵子蛮流行雾面唇膏的嘛，那我的确在上了它之后，它可以帮助我雾面唇膏的不管是持久度或者是它显唇纹的程度都有去改善。所以如果你也是那种嘴巴比较容易干，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唇纹比较明显，想要去有个打底修饰的话，你们可以用用看他们家的这个 Pre and Prime 唇部打底。接下来第6要分享的是大创的刷具清洁剂。那它其实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网络上也还蛮多人分享过。但
但是我会把它放在这集，就是因为我终于买到它了，它真的有够难买。我一看到它有货之后，我就一口气补了3瓶，希望不要太快用完。那刷具清洁剂呢，就是如果你平常会有习惯用一些刷具来上妆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必备单品。然后之前我有分享过的是这个他们家的粉扑清洁剂，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粉扑清洁剂它的质地稍微比较稠一点，然后刷具清洁剂会比较水一点。那我之前其实买不到它的时候，我会用粉扑清洁剂来洗刷具，也不是不行，但是它的清洁力就是轻刷具来说，它的清洁力没有它那么有效率，因为它比较稠，所以你要花更多时间去把它洗干净，然后把它冲干净，不然它的那些有一些那种清洁剂会残留在那个刷毛中。但是我发现用它来洗刷具，就是真的还蛮快速的，可以把刷具里面的一些颜色啊、彩妆溶掉。所以说呢，这两个是就是清洁必备，如果你去大创有看到的话，就买就对了。接下来先要分享的是 Jo Malone 的蓝风铃香水。那我自己第一瓶买的 Jo Malone 香味是牡丹与胭脂己柔，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闻看看，那个味道是稍微比较个性一点点的香甜味。那这瓶呢，它算是他们家卖的最好的香气之一。那蓝风铃其实是一个闻起来很自然，就是它没有很明显的香水味，它是会闻起来比较自然清新味道。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在夏天用，因为它味道不会给人家太过浓郁厚重的感觉。但是它有个小缺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味道维持比较久的话，你的用量就要用稍微多一点点。那如果你是那种天天会喷香水的人呢，其实你可以买到他们家100ml，我觉得会比较划算。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我会看心情去换我的香水，我觉得我就现在啦，我就不会想要一次买那么大帽数，我就会选择这种比较小的尺寸，然后看当天心情穿着去更换我的香气。最后一样是这个 Bershka 的手杖，2018年的手杖。那这个我在我的粉丝团分享之后呢，就非常多人问我在哪里买的。那每一年的大概9月、10月都是开始出隔1年手账的时候嘛。那通常手账一般来说可能都会做个1年，或是顶多1年多1到2个月。譬如说现在是9月底嘛，所以你可能现在买的这本要大概11月、12月才开始用。但是呢，我那时候逛到 Bershka 这本手账，它竟然从2017年的8月就可以开始用了，所以说它等于整整有1年半时间的手账可以就是记录。那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很喜欢这种就是精装的感觉，很有质感。但是它缺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重，然后上面有这种烫银的字体。它整本都是做彩色的，你看非常可爱。它前面会有一些就是可以让你记录的啊，然后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这边的，你可以方便快速搜寻你要去哪一个月份，譬如说，好随便这个是2017年的11月，然后你就打开11月，它每一个月份都有不一样的涂鸦，然后第一面会是整个月份的计划。接下来每周会有1页，然后是彩色的。那以我自己的行事历使用量的话，1周1面的大小是最适合我的。那你当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挑选你喜欢的尺寸。总之，这本是我今年挑到个人用到现在非常喜欢的一本手账。然后我前2天去看 Bershka， 应该还有卖。这本是590吧，我记得没错的话。你们如果有去逛 Bershka 的话，可以问一下店员，或者是你们可以这样给你们截图，可以问问看这本，因为我觉得手账是它会陪伴你1整年的东西，然后你每天都会看到它，所以我一定每年都会精心的去挑一本我很喜欢的手账来使用，分享给你们。好，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9月最爱。那因为这个单元呢，我觉得算是比较生活一点，然后分享的东西都是可能我当月很爱用，或是特别想推荐给你们，是非常随机没有限种类的。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单元啊，可以成为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主题，就是譬如说我今天发完了，你看完之后呢，你对于我今天介绍的东西特别有共鸣，我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分享你们这个月最爱在下面留言，然后我可以去看看大家最近都喜欢也看一些什么东西，喜欢用一些什么东西，搞不好我也可能去买来用，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影片，那别忘了喜欢这次影片的话，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